我爹想做皇帝，可长姐不乐意降级做公主，手起刀落剁了爹的脑袋。大哥跟着长姐干了几年，想出来单干，一剂毒药直接改朝换代。而我为了一个可能的修仙机缘，毫不迟疑地献祭全家。现在我的道侣告诉我，他想飞升，需要借我的命一用。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别人身上流着的是血，我们全家身上流着的是野心。父亲从布衣一路爬到权臣的位置上，成了外面人人喊打的大奸臣，差那么几步就能坐上龙椅。这时候，父亲突然想起名声的重要性，给自己出了个昏招，安排长姐去做皇后，想走个循序渐进的成皇路。办法是好办法，但长姐她不想竹篮打水一场空。能做皇后，谁还想降级再做什么公主？所以她背刺父亲，将计划与皇帝和盘托出，直接把父亲送去了西天。不过做皇后也就那么回事儿吧，至少长姐是觉得没意思。所以没多久，她就按照原计划把皇帝也送走了，抱着从宗室里选出来的孩子坐上了龙椅，垂帘听政。他杀父亲那会儿，我们全家就吓得魂飞魄散，现在更是老老实实给他卖命。可没几年时间，大哥最先觉醒，觉得长姐当政是牝鸡司晨，不好。他行我也行。大哥嘴上是这么说的，但没有南太后的例子，他只能重操旧业，打算继续谋反。不过有了父亲的前车之鉴，大哥觉得名声都是虚的。等当了皇帝，想砸血就砸血，不听话就砍史官脑袋，总能找到听话的史官。大哥废寝忘食的当牛做马，只差拉上全家一块卖身，终于把长姐拉下马。他一刀剁了傀儡小皇帝的脑袋，吭哧吭哧杀了不少宗室，念在血缘一场的份上，给长姐留了个全尸。我为什么这么清楚？因为毒药是我给长姐送过去的。大势已去，长姐死得很从容，记得把我葬到父亲身边。我把遗言带给大哥，大哥笑了笑，也如长姐所愿。我不懂，父亲泉下有知，会开心吗？那是父亲的事，用不着我们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哥吃肉，我也跟着喝汤。做长公主的日子很快活，纵容我欺男霸女，也没人敢当着我的面说一声不是。因为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全家的精神都不太正常，动不动就喜欢打打杀杀。为了保住小命，没必要和我们抬杠。直到有天，一个落魄书生跑去我府上毛遂自荐，说要给我做面首。我很欣慰他的想法，但他长得实在抱歉，我只好婉拒。小民仰慕公主多年，别说多年，就是仰慕我成千上百年也不行，我是长了眼睛的，不可能委屈自己。无奈之下，他留下一本古籍，含恨而去。我不爱书，破破烂烂的更不喜欢，看都没看就让人扔到库房。几个月后，我去库房找东西时，才发现被拿来垫桌角的古籍，上面工工整整写着长生2字。我好奇地抽出翻看，这一看就不得了，感觉字字句句写到我心坎里了。原来世上真有仙人，能做神仙，谁还贪图凡间的富贵？那一刻，我觉得全身血液都在沸腾，略略翻了一遍，觉得也不算难。直到我看到最后那一页上写着8个鲜血淋漓的大字：献祭全家，法力无边。怪不得，这不就是我家里一脉相承的办法吗？我说怎么越看越觉得亲切。这仙我修定了。不过我9族现在还有多少人来着？除夕家宴，皇帝大哥问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对日后的打算。我们家经历几次洗牌，能活下来的都不是啥蠢人。我最喜美食，打算派人寻遍5湖4海，将天底下的美食编纂成册。这是3哥的应对。4哥说生孩子呗，壮大家族。其实她是好美人，听说京郊有个俏寡妇，屁颠就过去将人纳入府里。去岳父家里喝酒，一眼看中了岳父新纳的妾室，二话不说就抢了过来。更甚至带皇帝大哥去大臣家里吊唁时，相中了人家的遗孀，大闹灵堂也要抱得美人归。六姐说我要嫁给状元郎，注意她的重点，嫁状元郎前面没有限定词，每3年就一个状元，她也每3年换个驸马。畅所欲言一番，我再一次发现我们家真是没一个好东西。小妹有什么想法？我很诚实，我打算修仙。皇帝大哥抚掌大笑，
好，有志气，朕支持你。能取得大哥的支持，我很开心。皇帝都要给我献命了，其他人不就应该乖乖跟着死吗？至于大哥知不知道修仙的要求，这不重要，捡自己喜欢听的就行。凡人修仙本就是无稽之谈。我按照书里写的，每日打坐修炼，多做好事，广结善缘。连我最喜欢的面首螳螂那里都不去了。凡人的欲望，好事做多了会遭报应。大哥宣我入宫，问我是不是对他有意见。我大惊失色，怎么会？这等骇人听闻的事是哪个不要命的说的？你的美名都传到江南了，你还敢狡辩？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世道，做皇帝也不靠美名。若论美名，那我全家都该死。你这说辞也不是没道理。不知是何人所说，妹妹不服，要与他辩一辩。大哥说了个御史名，我觉得耳熟，可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就前几天被我砍的那个糟老头子，怪不得被砍，真该死。接着大哥又询问我修仙进度。快了，马上就是中秋了。古有嫦娥奔月，今有我身真飞升，连下毒的人选法子我都早早安排好了。哦，这么有信心？那当然，到时候保准让大哥你刮目相看。小妹有志气。中秋晚宴，大哥照例发表一番感慨，然后举杯同庆。我看着他们一个个酒水入肚，不禁莞尔一笑。小妹笑什么？我觉得我已经摸到修仙的边缘了。酒里没毒，杯子上也没有，但酒和殿中所用熏香里一味香料冲撞，两者混合，比砒霜还毒。1、2、3，我默念捣鼓，坐在我身边的七哥最先吐出一口血，不待其他人惊慌，他们就发现自己也中毒了。一片吐血声中，我从容起身，对上他们怨恨的神色。大哥狠厉地看着我，申真，你给我们下毒。我也不想，但书上说，想踏入修行的门槛，就要斩断俗世亲缘。你们都死了，亲缘不就断了？我两手一摊，面上无辜。杀人之事，我做起来并没有什么愧疚，哪怕是在此时看着他们一个个吐血咽气，我也不觉得哪里不对。他们有幸为我修仙大业献出一份力，也不枉此生了。毕竟这个荣幸不是谁都能有的。四哥踉踉跄跄指着我，恶毒。说完脖子一歪，没气了。这怎么能叫恶毒？这明明就是家学渊源。今日你做东，明日我做东，他们要死是他们该死，关我什么事？我气定神闲数着数，数到30时都死了。一股暖意自丹田而起，清冷的月光洒在我身上，我莫名觉得飘飘欲仙。心之所向，身之所往。我成功了，但好像没成功。我确实身轻如燕地飞了起来，越飞越高，越飞越远。但明显这里就不是仙宫，还是凡间，不过是和大景不一样的凡间。我付出了那么多，就为了在另一处凡间做个平平无奇的百姓。一瞬间，失望悔恨纷纷涌上心头。早知如此，我还不如老老实实做个皇帝，享富贵安乐。我气得跺脚，却被一个圆滚滚的小姑娘拦住。姐姐，你也是从俗世而来的修行者吧？随后我才得知，这里看着和俗世差不多，但勉勉强强够得着修仙一角。我松了一口气，家人没白死就好。从小姑娘口中打探出，想正式踏入修仙行列，就要正儿八经拜一个好的宗门。我想着看过的那些话本，毫不迟疑道：那我要做剑修。剑修听着就威风凛凛，很适合我，而且我能舞上几招，只是没长姐那么熟练的剁人脑袋。小姑娘摇摇头，剑修不好，他们可穷了，没事就喜欢发疯，而且私下里什么都来，好几个都和自己的剑搞到一块了。啊，那单修，毒药不分家，我下毒还是可以的，炼药应该也不出问题吧？姐姐，你有钱吗？我摇头，丹修好费钱，你要自己买丹炉，买材料，一不小心就会炸炉的。随后我提出来的几个方向，也被小姑娘一一否决。听你的意思，我是什么都不行了？她神神秘秘地摇头，给我指了一个捷径。我觉得震惊，但细想又觉得理所当然。我可是长公主，贪欢享乐最擅长了，
真是为了我量身定制的门派。没错，正是合欢宗。长途跋涉来到合欢宗山下，正好赶上招生最后一天。轮到我时，昏昏欲睡的招生长老眼睛立马瞪得老大，围着我转圈，念念有词。听闻我从前是凡间的公主，他双眼更是发亮。好苗子，你这样的人才就应该入我们合欢宗。说完，就给了我内门弟子的令牌，还热情地要我做他的关门弟子。事出反常必有妖，前面那些人的入门流程可不是这样。不用检验灵根吗？招生长老摆手，你这样的好苗子，什么灵根不灵根的无所谓，还是验验吧。主要是我自己也比较好奇，一个好灵根修炼起来就事半功倍，若是那些稀有的灵根，更是上天的宠儿。行，那就验吧。手放在试灵石上，很快就出现了结果，水灵根。看吧，我就是你是个好苗子，我这双眼睛从来就没看走眼过。拜宗门比小袁说的简单太多，没有反派，没有打脸，一切都顺理成章的过分顺利了。连给我引路的外门弟子态度都特别好，一路上还告诉我合欢宗的各种规矩。不过我脑子里就记住了一句话，首席大师姐是个绝色大美人。咱们合欢宗入门的第一关不就是看脸吗？我疑惑。外门弟子道，美和美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清秀佳人，有的人是国色天香、小家碧玉的美，风华绝代也是美，说不清楚的。我赞同的点头，对这个宗门的好感度也蹭的上涨。看来我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然而短短1个月，我的想法就产生了动摇。合欢宗和外头说的根本就不一样，双修那可是最高级的功法。像我这种刚入门的，只能学些强身健体的本事，日子苦得很。好在合欢宗的弟子们都是一副好相貌，勉强靠着秀色可餐度日。师姐，我们为什么也要学剑？这不是剑修学的吗？佩瑶师姐道，担大任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说人话呢。修炼有风险，方便以后跑路。啊，佩瑶师姐摸摸我的头，我们学成结业的标准，一般是要找剑修或者佛系练手，总需要培养一下兴趣爱好，才有话题可聊吧。要求这么高吗？我惊得差点扔了筷子。我们学有所成的标准就是去其他宗门祸害一通，怪不得外面对合欢宗都有所误解，还真不算冤枉。不高，我们好歹是正经门派，与其被我们得手，总比被魔修得手要好。和魔修在一起，那可是要被人唾弃不耻的。修仙者和凡人的区别并不大，比如说都喜欢聊八卦。合欢宗现在最大的八卦就是首席大师姐的情史，不对，是大师姐的结业对象。以一己之身引得佛修、法修、剑修、符修为他争风吃醋。这4位还都是各自门派数1数2的新秀，天资极高，连上课的路上都能听到同门窃窃私语的下注。我觉得还是剑修好，一招万剑归宗帅的人头皮发麻，大师姐一定会选剑修。佛修才好，佛子最是悲天悯人，若能被大师姐拉下红尘，多有趣。符修好，以后就有人免费画符了。当然也有泼冷水的，样样抓，样样松，大师姐还是应该有个目标。就是，不然我们还怎么结业？我问佩瑶师姐，这和我们结业有什么关系？佩瑶师姐低声道，大师姐将其他宗门新秀玩弄于股掌，会让他们觉得我们合欢宗不正经，提高防备。可我们不是本来在他们眼里就不是很正经？佩瑶师姐点头，也是。大师姐生辰将至，各个宗门都派人送礼，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心生羡慕。合欢宗果然适合搞钱发财。剑宗那位天生剑骨的大师兄派了人过来，来人还是我的老熟人宗恒。他是我前来合欢宗路上在湍急的水里捞出来的，生得高大俊朗，一双微挑的丹凤带着剑修的冷冽，宛如天生最耀眼的星辰。我看了就心生喜意，想将这双眼睛好生收藏，只恨这是修仙界，我不能作威作福。我试探地拿着救命之恩做要挟，只得了不少灵石做盘缠，以身相许的要求他是不肯松口的。我是正经剑修，怎么能做如此行径？
他说着斥责不耻的话，眼睛却不肯看我。那你们正经的剑修就不需要报恩？他双颊微微泛红，你一个好好的姑娘，怎么说话就这样露骨？一路上，他虽然没让我得手，可也尽心尽力陪我到合欢宗地界。我被选上后，热络的要他与我一块去，他吓得连夜跑路，让我伤心了好久。这次重逢，还不等我质问，他就先一步表露心声，说愿意以身相许。真的？我正琢磨着要不要找个人试试双修的入门功法，他就自己送上门。宗恒的脸皮薄，时常不等我动手动脚，他就自己红了脸。在他的协助下，我修炼的进度也突飞猛进，成了长老口中的表率。同门们纷纷上门请教，问我修行的秘诀，找个配合的剑修就行。陆师姐纠结，剑修太难找了，有没有什么没有风险的诀窍？我是在水里把它捞出来的，要不你们也在水边守株待兔？严师妹摇头，便是阴差阳错救了人，万一对方觉得大恩无以为报，为了避免生出心魔，反手宰了我怎么办？深真师姐，你说句话，可能是我天生命好吧？你们也知道，我若是命不好，怎么会得了机缘从俗世踏入此界，得了如此机缘？陆师姐和严师妹闻言，脸色都冷了几分。我正等着他们夸我，结果他们两个竟起身要走。我不解，遂起身拦住。我也是实话实说，你们怎么这样？你别有恃无恐。我反手一指，我就是你自己做过什么还不知道吗？顷刻之间，心中已闪过5、6、7、8个念头，又纷纷被我压了下去。弑君杀兄，毒死全家的事，他们不可能知道，不然怎么会让我这个罪大恶极的人拜入宗门？可是除此之外，我真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那些阿杂事儿我根本就没有参与的余地。问就是年纪太小，压根就没人在意我的存在。在父亲和长姐的斗法，大哥和长姐的斗法中，我连墙头草都算不上。还是大哥登基后，我这个妹妹才有了一席之地。原因也不是我多出色，而是家里活着的兄弟姐妹已经不多了。虽然家风不正，但我勉强也没长歪，哪怕是杀人也是有理有据，不像其他人草菅人命，想起一出是一出。陆师姐又给自己灌上满满一杯苦丁茶，喝得急了，差点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宗恒，快拿甜茶来。陆师姐喝了小半杯甜茶，面色才舒缓，目光在宗恒身上停留片刻，悠悠叹了一口气。我见状扶手，让宗恒去准备我晚间想吃的菜式。好好一双拿剑的手，到了你这里，真是可惜。可惜，咱们学的不就是此道？师姐还是别故作优而言他。你身上功德深厚，自然是做什么都顺风顺水，又何必和我们炫耀？话已至此，陆师姐又多说了2句，只是你身上又透露着杀戮之意，两相矛盾。我们想蹭功德，又怕你突然发疯把我们都宰了。杀戮我还能勉强理解，但功德是哪里来的？总不能是老天爷都觉得我全家罪孽深重，需要早死早超生吧？这个最可能的真相让我哭笑不得。我脑子正常，怎么可能会突然发疯？就算疯了，也不能以一敌百。严师妹起身，万一呢？不可能。夜间，我问枕边的宗恒，你也能看出我身上的功德与杀戮之气。宗恒的身子冷不丁一颤，他不说我也明白了。那你愿意留下，也是想蹭我的功德？功德难求，还有什么是比双修更容易沾染的？我不禁想起前些日子宗恒提出和我结为道侣的想法，他是真喜欢我，还是垂涎我？我的手一寸一寸抚上他的脸，你是剑修，又是元婴后期，自然是不怕我突然发疯，是不是？他按住我的手，声音阴哑，真真，你怀疑我？是啊，不然为何初见时他不肯以身相许，再见时却主动要求？他冷笑一声，翻身将我压在身下。四目相对，我清楚看到他眼中的深情款款，以及映在他眼中我的怀疑。我不躲闪他的目光，直直对上。你们合欢宗的人是不是心都这么狠？那你们剑宗的人是不是剑都很快？他一滞，翻身下床，毫不迟疑的就拿剑出去了。一日夫妻百日恩，还好他惦念着我们的情谊，没当场一剑捅死我，也算两不相欠了。
我以为他只是想出去静静，没想到一夜不归，竟悄无声息地走了。冷静下来，又觉得惋惜，和佩瑶师姐抱怨建修心狠。明明是他理亏，我捅破了窗户纸，他竟然还给我玩失踪。这个不行，还有下个。建修虽然不好勾搭，但以你的天赋也不成问题。我顺嘴问了一句大师姐的情况，佩瑶师姐道：4个天纵奇才，换我也纠结。不可以全都选吗？我们可是大名鼎鼎，能和魔修相媲美的合欢宗。作为门面担当的大师姐，多要几个道侣不是很正常吗？佩瑶师姐看我的眼神很不可思议，我心里都开始发毛了，快速回想着之前各位长老的教导，但左思右想，也没发现自己说错了哪里。真真，你不愧是我们合欢宗的天选之女。其实你拜入宗门时，宗主就有意收你为徒，只是他话头一顿，看我的眼神也变得一言难尽。我也立马想起入门后第一次去拜见宗主和各位长老时发生的事情，现在想来，我是有那么一点点不稳重。我当时见色起意，鬼迷心窍地摸了宗主的脸，细腻柔软的感觉，我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回味无穷。宗主当时脸就冷了几分，冰霜傲雪，更让人生出几分亵渎的心思。怪不得他可以以一己之力打败合欢宗自古以来以女修为宗主的不成文规定，让人好生羡慕。原来是这样，我只顾着听他夸我是个好苗子了。原来大美人也是会心口不一的，嘴上说我好，心里却觉得我轻狂，故意不收我为徒，还不让别人收我做徒弟。我即刻起身，饭也顾不上吃了。我竟然错过这样的好事，不行，我现在就去求见宗主。没了一个剑修已经够惨了，不能再失去一个师尊靠山。真真，真真，你回来。你看看你的说辞像是在认错请罪吗？宗主听完我的话后，反问了我这么一句。弟子心是诚的，若宗主不信，大可以剖开看一看。宗主勾起一抹笑，手里的白玉折扇抵住我的心口。你这样说，我倒是真想看看。那宗主动手吧。我双眼一闭，笃定他不会剜心。就我这个修为，没了心分分钟就断气。我这样的绝世好苗子，一身功德加身，他怎么舍得？赌对了，他不舍得，所以他收下了我这个弟子，作为关门弟子。我利索的改口，师尊这样看好我，觉得日后不会再有人天资超过我吗？你的天资加上死缠烂打的性子，是很难超越。这话像是在夸我，更像是在贬我。不过不重要，我摇身一变，从普普通通的内门弟子摇身一变，成了前途坦荡的宗主内徒。上一次这么风光，还是大哥登基封我为长公主的时候。收徒仪式还要筹备几日，我忙着去拜见各位师兄师姐，仗着自己年纪小，从他们手里薅了不少稀奇物件。大师姐最为大方，不但给了我防身法宝，还给了我一本内功心法，就是那种合欢宗里很正经，但外头会喊打喊杀的心法。我略略翻看2页，就觉得醍醐灌顶，原来我从前那些只算小打小闹了。此时此刻，我才觉得自己亏欠了合欢宗一脚。大师姐，这太贵重了，我不好拿吧？大师姐的声音缱绻而慵懒，似猫试探地用爪子拨弄心弦，让人心里忍不住发痒，生出亲近之意。拿着吧，若哪里不懂，师姐亲自教你。这么好的师姐，拿下其他4宗的继承人不是手到擒来，怎么会拖了这么久？我好奇地问了出来，她眸色深沉，生出几分烦扰。他们是不错，只是和师尊相比，还是差了几分，真扫兴。朱唇轻启，欺师灭祖的话就这么轻飘飘地说出，我的心也跟着颤了颤。还可以这样吗？为什么不可以？我们可是最不拘一格的合欢宗。他微微倾斜身子靠近我，气若幽兰，小师妹，你也觉得师尊不错吧？第一次见师尊，你都看呆了。我后退一步，果断澄清，我只是看看，有贼心没贼胆。唉，他悠悠叹了一口气，我有贼心，也有贼胆，偏师尊古板，觉得我不能坏了合欢宗的规矩。什么规矩？欺师灭祖？当然是考核了，我再想想吧。师尊这几天心情不太好，对我都严厉了许多。我暗自猜测，可能是因为左右为难的大师姐在1个月前选择了梵天宗的佛子，闹得外头不得安宁。
佛子犯戒，那可是不得了。梵天宗几位高僧一直堵在合欢宗山下，硬是要讨个说法。在师尊第101次敲我的脑袋，说我不用心时，我终于开口反驳：师尊，你是不是担心大师姐？不是。哦，我看着他手里倒拿的欢喜心经，故意拉长了语调，脑袋又狠狠挨了一下。你担心就去找大师姐，把我脑袋敲烂了也无济于事。这是他的历练，我不能插手。师尊嘴上说着不担心，行动却很诚实，大半夜偷偷拿水月镜看大师姐的行踪。我为什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因为我胆子大，半夜偷偷爬窗看到的。小师妹，你别笑了，快把地扫完。师尊恼羞成怒，罚我将合欢宗上下都扫干净，怕我偷偷使用清洁术，还让最铁面无私的三师兄盯着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师尊只罚我干活，可没封我的嘴。我扫了多少地，就说了多少话，也交换到了不少师尊和大师姐的八卦，心头发痒，忍不住找三师兄验证。没影的事，不可能。三师兄掷地有声的话吓了我一跳，我不满地瞪了他一眼，非要他说出1、2才肯罢休。咱们合欢宗的功法修到最后都是无情道，你不知道吗？我还真不知道。合欢宗、无情道，这两个才在我看来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不是说剑修才喜欢修无情道吗？我们合欢宗的人不就应该和我们宗民一样，纵情声色吗？大道无情，若求飞升，自然是殊途同归。小师妹，你想想，若仙人有情，如何配称仙？我对神仙的滤镜在顷刻之间碎得彻底，连刚萌生出的道心都摇摇欲坠了。三师兄的话在理，可我费尽心血求长生，求成仙，为的就是逍遥自在。若得到之后，针对万事万物一视同仁，那还有什么意思？怪不得修仙界已经千年无人飞升，原来是都舍不得爱恨贪嗔的俗念。那我也要修吗？你不正修着吗？我回去后翻看了手里所有功法，每页上都写着至情至性，及时行乐，连字缝里我都扒拉不出来无情2字。突破原因后，我决定四处历练，看看如何踏上我的无情道征程。师尊对我的想法表示了肯定，翻出了不少压箱底的宝贝给我保命。用不着这么多吧，我只是出去看看，不是要干翻修仙界。差不多，为师有经验。想修无情，须先有情，如何有情，你懂吧？原来所谓的结业是这个意思，成功了便能出师，失败了便只是安于现状。既然如此，那顺其自然就好，我不强求。不过第一站我还是选定了剑宗，就是有点不甘心。都吃到口里的瓜，竟然会自己长腿跑路，真是丢脸。刚到剑宗，就发现他们山下竖了一石碑，上头写着合欢宗不得入内。果然，对我们合欢宗有偏见的宗门很多。我刚准备硬闯，就听到有人喊我，一回头发现是和我有过露水姻缘的宗恒。你就是这么定义我们之间的关系？他上前一步揽住我的腰，手不经意间捏了捏我腰间的软肉，带着威胁的意味。这是我未婚妻。他对同行的人这样介绍。众人纷纷露出了然的神色，进了宗门就挤眉弄眼，寻了借口走人，给我们留下独处的空间。宗恒的住处收拾得干净，我正好奇地打量，就被他按倒在床上。四目相对，我这才好好打量了他几眼。几年不见，他越发冷冽，好似数9天里的寒冰，近的人骨头缝里都觉得发凉。偏偏双眸有满是炽热的暖意，恨不得将眼中人的血肉都烫化。我用力将他推开，揉着手腕道：别做出一副我辜负了你的可怜模样，当初是谁翻脸无情的？是你先怀疑我的。那又如何？我梗着脖子反问，没有丝毫虚心。他都说我是他未婚妻了，那他肯定心里就是有我的。既然如此，我怕什么？对峙片刻，他果然先软了语气：真真，是我的错，我求你了，再给我一次机会。不给。我如今已是化神后期，哪怕只做个无名无分的炉鼎，也是比其他人要好用的。我嘴上说着不情愿，可剑修的滋味实在是不错，他说的也有几分道理，我就顺势留了下来。这才知道，他们剑宗的人嘴上说着爱剑如命，视剑为妻，实际上1个2个的心都跟着合欢宗的跑了。心跑了也不要紧，
偏偏还留不住我们合欢宗的人，所以才在山下立了块牌子。我拍拍他的脸，若你师尊知道你我有私，怕是会恼。师尊连自己都管不住，又有师兄顶在前面，哪里顾得上你我？他抬头，目光灼灼地望着我，真真，你不会负我的，是不是？可我是合欢宗的，我也不想啊。他急急道，你可以与我练功，那你可要加油。宗恒争气地过了头，一举突破合体，声势浩大，将闭关的剑尊引了出来。然后我这合欢宗宗主弟子的身份就被发现了。宗恒挡在我身前，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言辞恳切地说，我与合欢宗其他人不同，并非为了结业试炼，求剑尊网开一面，成全我们。真真，你说句话。他祈求地看着我，我微微一笑，对上剑尊质疑的目光。我与宗恒并非为了结业试炼，算不上假话，我还想做试试其他宗门弟子，不过是他太合我胃口，让我在此停留的久了些。可我没想到宗恒太过心急，竟提出要和我走一回凡尘秘境，试炼到心。剑尊不置可否，只让他养好身体再去。我却有些不乐意，若万一出不来了怎么办？只要我们真心，就一定可以出来的。凡尘秘境是剑宗试炼到心之地，只要心智坚定，就没什么太大的危险。我抿嘴，若我心智不定，岂不是永远都出不来了？我会一直陪着你。我步步紧逼得到是一直都是他的退让，若真有个人满心满眼都是我，我也不是不能尝试着信任喜欢他。修仙无岁月，若真能找个情投意合之人，快快活活几百年，也不枉此生了。秘境之行比我想的更艰难，主要是没钱。这方小天地与俗世别无二致，我们两手空空，一如凡人，只能想方设法谋生。饿了一天后，我坐在墙角细数我擅长的方向，决定去花楼唱曲，专业对口。不行。那你说我能做什么？宗恒犹豫再三，凭借自己的手艺找了份杀猪的活。相貌英俊，手艺又好，没几日的时间就在街头巷尾混出了一个杀猪潘安的招牌。你师尊若知道你用拿剑的手做了这样的行当，会多伤心啊！攒了些许银钱，我们换了个地方，他摇身一变成了教书先生，日子勉强过得去，只是我不喜欢吃苦，日日都盼望着能快点离开。说的次数多了，他就不满了，时常也会质问我为什么不喜他。你早日喜欢我，我们就能出去了。你怎么确定是我的问题，而不是你的？他闭口不言，我却在想，既然是试炼心性，怎么会仅仅拘泥于情爱？太浅薄了。小情小爱不行，那换成大爱，是不是就有效果？我尝试性的做个悬壶济世的医者，独医不分家，很快就声名鹊起，连皇帝都下旨让我去给宠妃看病。宗恒质疑，你真的会医术？会吧。若在秘境中身陨，连魂魄都不复存在。我急急拽住他，从前你怎么没说？真是要被他害死了。我若死了，你殉情吗？他看了我片刻，轻轻应了一声，将我揽入怀中，片刻的暖意让我生了依赖贪婪的心思。真真，我愿意与你来此，自然是愿意与你生死与共。若不是你要向剑尊证明你识人有术，我哪里需要陪你沦落至此？宗恒无奈地笑笑，不再反驳。那你要早日喜欢我。宠妃的病症不算刁钻，几副方子下去就药到病除，我也水涨船高，成了皇帝亲口称赞的神医。有了这副招牌在手，银子就跟长了腿似往家里跑。我数着银子与宗恒道，这才是我喜欢的日子。真真，我们应该换个地方了。既然是历练，我们一早就说过，隔几年就换一地，体会民生百态。但风餐露宿的日子，我早就觉得烦腻，想也不想就回绝。一向对我纵容的宗恒，这一次不肯退步，逼着要我陪他走。贪慕名利富贵是凡人之态，你岂可如此沉迷？我觉得厌烦，扔了手里的银子，起身道：食不果腹的日子，难道就是修行者过的吗？真真，我们有手有脚，怎么会食不果腹？这些银子不就是我凭本事赚的？我不想离开，有什么错？他双目含怒，忍了几番，对我扔出一个选择：要金银死物，还是要他？你若心里有我，就不应该让我为难。既让我为难，就说明我在你心里也就那样。我逼近他，宗恒，你喜欢我是因为我这个人，
还是觉得那凭借此事隐隐压你师尊和师兄一头？他双目赤红，痛心疾首，你就这样想我？不然呢？他拂袖而去，又是一场不欢而散。入夜时，他从满身酒气的回来，说一切都随我，只求我别再三心二意。曾经沧海难为水，我早就看不上俗世的男人，爽快地应了下来。神医这个名头还不算太悦耳，我这双手能治病救人，为何不能搅乱风云诡谲的朝堂？要知道，我们申家每个人血脉里都流淌着野心，从前不屑于此，是因为我有更大的目标，而今正是我实现抱负的好机会。借着入宫问诊，我理所当然地展示了所谓的仙家道法，皇帝大为震惊，迫不及待封我为仙医。宗恒知道后，再一次劝我别太出众，免得丢了性命。我轻身挑起他的下巴，我若做了皇帝，你要不要我的皇夫？他眼中的震惊慢慢消退，握住我的手，唯一的皇夫吗？自然。我含笑望着他，皇权富贵，在此白头偕老，不也是桩好事吗？他拥我入怀，眼眶微湿，好，弑君这件事是我的家传手艺。刷够好名声后，我就当机立断改朝换代。宗恒嘴上说着不愿掺和，行动上却很诚实地做了我的大将军，要为我开疆辟土。此后10余年里，他南征北战，硬生生将国土扩大了1倍。在他封无可封之际，我如他所愿，让他做了皇夫。大婚之夜，我问他甘心与否，能得真真，3生有幸。这句妥帖的话让我心中一暖，大方给他参与朝政的权利。那段日子我们过得极为快活。然而没多久，各地灾害频发，北地旱情，南方水患，偌大的王朝转眼就摇摇欲坠。我忙得整夜不敢合眼，却还是改变不了一切。流言四起，说我横征暴敛，说我的胃不正，积压的隐患一瞬即发。时隔多年，我终于明白父亲、长姐、大哥等人的不甘心，却无济于事。叛军入城那日，我亲手点燃了未央宫，身边陪着我的只有宗恒。我是不是错了？真真，这只是我们的一次试炼，你是不是忘了？他的话如石子掷入平静的湖面，被埋藏在深处的记忆此时纷纷归拢，好似一场水月镜花。我愣愣看着他与身后的火光，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错了。你怨我吗？不怨。火光漫天，我看到他眉眼温和的笑，若你我同死于此，也算白头了。他靠近我，一吻落于我眉间，驱散我心中的执念。什么皇权富贵，那是我早早抛下之物，为何还会入魔般沉迷？我要修仙，想长生，我不能辜负身世全族的付出，哪怕是飞升无望，我也应拼死一试，而不是心生退意。想清楚的那一刻，周身便陷入虚幻。我第一次看清楚，在自己的过去与前路弥漫着血气，让我睁不开眼。怪不得陆师姐说我身上有杀戮之气，让人不敢亲近，原来都是我的至亲至爱。你年纪轻轻，何必将自己拴在一棵树上？师尊痛心疾首。从秘境出来后，宗恒就着手准备我们成婚的事。第一步就是征得宗门同意，剑宗那边答应得很爽快，连场地都准备好了，说我是300年来第一个愿意嫁给剑修的合欢宗弟子。合欢宗这边气氛稍显低沉，觉得我不应该年纪轻轻就找道侣，太不划算。他愿与我赴死，我想我这辈子也找不到第2个愿意这样待我的人。师尊深深叹了一口气，年少轻狂的事怎么能当真？我信他。秘境10余年足够让我看清一个人的真心，日后他负我，那便是我该有一劫。任凭旁人如何言说，我都用这句话应付过去。劫到大典那日，热闹极了。我看着朝我走来的宗恒，心生欢喜。可仪式才进行了一半，他刚起誓完就召唤出佩剑，在众人未曾反应时刺入我的心口。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对不起。杀气正道，那是很古老的传说，今日却真的看到了。曾经的疑惑在这一刹那都被串联起来，他早就安排好了我的结局。早知道就应该执迷不悟地与他死在秘境里了。因为这个变故，大典也变得乱糟糟。宗门发难，执剑相对，最平静的竟然是站在中间的我与宗恒。他那双好看的丹凤眼就那么直勾勾看着我，
无声地发问为什么我还不死。你还记得那杯合卺酒吗？他眸色深重，一口气当即吐出，将喜袍染得更夺目刺眼。你下了毒？是蛊。我扶着佩瑶师姐的手缓缓起身，我习惯了防备人，至亲上能反目，夫妻更是不能免俗。我花了10几年的时间找到了子母蛊，亲手放入我们的合卺酒里。没想到我的多心在今日派上了用场。他吐血不已，任凭身边的师兄弟给他喂多少丹药都无济于事，而我心口的伤却在他一口一口血里慢慢愈合。我不顾在场人的目光，走到他身边，弯腰试图擦去他脸上的血。浓稠泛着血腥味的血黏腻在指尖，大喜的日子，偏偏我们最狼狈。我给过你机会的。他试图攀附上我的指尖，可还没来得及握住我的手，眼中的光亮就散了。这桩喜事变丧事的热闹被津津乐道讲了几十载，纵横成了反面教材。我作为另一个主人公也没落什么好，更凸显了合欢宗的阴毒狠戾。弟子错了吗？师尊问我，明知道是算计，为什么还要入局？我想了好久，风声在耳边游走，隐隐听到200年前溪水潺潺声，那是我与宗恒的初遇。我怀着对修仙炽热的念头踏入此地，他衣衫染血躺在水中，了无生机。我没对任何人说过，我一开始只是想下去捞条鱼，顺便看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财物。我不知那是上古昆仑弱水之脉，只觉得水中似有刀子在割肉，不小心砸在他身上，将他砸得睁了眼。他那双眼睛很合我心意，因此我咬着牙将他拖了上来，想着等他断气了剜出来。不成想他没死。后来那双眼里全是我就生出不舍。真心假意我不在乎，我只看眼前，他对我好1日，我便装作不知1日。我执意在秘境里沉沦，他说着随我，暗地里却挑起争斗。为了让我醒悟，让我对生灵百姓视若无睹。天生我也是这样的人，我以为我们也算共死一次的人了，没想到他还是硬要挑破，那我也只能道一声可惜。师尊道：申真，你果然最适合此道。我笑而不语，将师尊面前的茶盏填满。好多人都说我是个好苗子，我也觉得我这样的人最适合此道。那你日后打算如何？听说梵天宗又迎回一位新佛子，寻个良辰吉日，弟子也想见识见识。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个故事再见。